第244章震慑。随着那淡淡笑声的飘进，大厅之内所有人的心都是微微紧了一下，举目望去，在那门口处，黑衫少年笑盈盈的随意站立着，一抹阳光倾斜而下，刚好将他照在其中，一眼望去，一如少年脸庞上的笑意那般温暖和煦。目光扫过那张笑容满布的清秀脸庞，然后停在那双漆黑的眸子上，那里却是并未含有半点笑意，反而是一片漠然的冰冷。瞧得萧炎的身形，大厅之内的众人赶忙向后退了几步，然后都是拥到了那罗布身旁，连一边的那几位不知来路的人也是这般举止。目光在大厅之内扫了一圈，萧炎缓缓地走近，在他的身后，萧鼎等人也是鱼贯而入，不怀好意地盯着对方的一群人。罗布团长手段挺狠的呀。视线先是在那几位服饰与沙之佣兵团的团员不太相同的几人身上扫过，萧炎眼眸微眯，旋即转移向那坐在椅上的罗布，微笑道：上次留了你的命，似乎是个挺错误的决定。被萧炎那双冷漠眸子这般盯住，罗布身体略微有些发寒，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偏头望了望那些拥在身后的属下，眼角轻微地跳了跳，手中的茶杯砰的一声被他捏成了粉碎。你叫萧炎是吧？茶水混合着粉末顺着手掌滴答而下，罗布努力地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淡然一点，出声道：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来路，也并不想知道，不过你今日这般大摇大摆地闯进我沙之佣兵团，是否该给我一个说法？罗布冷笑道：哼，抱歉，没有什么说法。萧炎烧了烧头，灿烂地笑道：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我想把你这佣兵团给砸了吧。脸皮抽搐了几下，萧炎那嬉皮笑脸的神色总是让的罗布满腔怒火，而且在这怒火之下还有着几分看不清对方虚实的内察。紧咬着牙齿，罗布手掌猛地狠狠砸在面前的桌面之上，顿时坚硬的桌面便是咔嚓一声，直接被变成了一地碎片。好，我今日倒真是要看看你凭什么来掀我沙之佣兵团！怒喝了一声，罗布身体表面之上雄浑的斗气急速凝结，转瞬间后，那厚实的斗气铠甲便是覆盖在了他的躯体之上。你们既然自己送上门来，倒也省了我一些心思，今日都留下吧。体内开始奔腾的雄浑斗气也是让的罗布底子逐渐的壮了起来，大手一挥，顿时一股大斗师级别的气势压迫便是弥漫着大厅内部。察觉到那股强横的气势压迫，萧鼎等人脸色微变，脚步都是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一步。平静地望着那身体之上气势逐渐浓厚的罗布，萧炎却竟然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眸，浑身的气息完全收敛入体，若不细心感应，还真会把面前的少年当成一个不会斗气的普通人。瞧得萧炎这般奇异举止，身旁的萧鼎等人都是微微一愣，不过他们却是并未开口打扰，安静地站在萧炎身后。随着萧炎的闭目，片刻之后，一旁的海波东淡漠的老脸上忽然闪过一抹诧异，偏过头来紧紧地注视着萧炎。在他的感应中，面前的少年的气息忽然变得极为陌生以及恐怖了起来，皱了皱眉头，心中疑惑地喃喃道：就是这股气息好强，即使是现在的我也依然比不上，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只有斗师的实力，一会却又变得这般恐怖，真是个莫名其妙的怪胎。海波东实力远远超过在座的所有人，因此他虽然能够察觉到萧炎体内逐渐变得恐怖的气息，不过其他人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就只能看见现在的萧炎似乎犹如是在闭目歇息一般。紧皱着眉头望着那举止奇怪的萧炎，罗布心中逐渐泛起一抹不安，手掌一挥，沉声道：杀了他们。听得罗布的命令，其身后的十几名沙之佣兵团的精锐团员面面相觑了一眼，旋即一咬牙，抽出腰间锋利的武器，几名斗师更是快速地召唤出斗气杀衣，然后颇有声势地对着萧炎冲杀而去。瞧得对方的举动，萧鼎脸色一冷，手掌一挥，刚欲带着人冲上前去，一旁的海波东却是忽然淡淡的道：不用出手，看着就行。闻言，萧鼎微微一愣，偏过头来与萧厉对视了一眼，
旋即点了点头。虽然他们对海波东并不熟悉，不过能够让的萧炎都说之为强者的人，想必实力不会弱到哪里去。他所能看见的，自然是要比自己等人要更远一些，更深一些。将身后的众人阻而下，萧鼎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些冲过来的杀之佣兵团团员，紧握的掌心中略微泛着许些汗水。在那些杀之佣兵团的人即将到达攻击范围之时，那紧闭着眼眸的萧炎终于是再度睁开了眼眸，漆黑的眸子中少了少年的几分朝气，多出了几分历经世事的沧桑。目光淡淡的凝望这些几乎已经能够清楚看见满脸狰狞的佣兵，萧炎缓缓地抬起手掌，修长的指尖处森白色的火焰一闪便是。在森白火焰闪逝的那一刹，那10几名暴冲而来的佣兵身体骤然一颤，然后在那一道道惊骇的目光注视下，一股洁白的冰层忽然自脚底蔓延而上，只是短短2、3秒时间，10几道人影便是全部变成了通体洁白光润的冰棍。望着那被凝固成冰棍的佣兵，一旁的海波东脸皮忽然急速地颤抖了几下，心中狠狠地吸了一口凉气。别人或许会认为那些冰层是由寒气所凝聚而成，不过在他这个玩冰近乎玩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那却并不是一种寒冰能量。在海波东的感知当中，在被冰层包裹的那一刹，那10几名佣兵便是在顷刻间化为了虚无，那是一种真正的虚无，连骨灰都没有遗留而下。虽然这种白色的结晶体极为类似寒冰，可海波东却清楚这根本不是寒冰，因为在那结晶体之内升腾的是一种近乎恐怖的炽热高温。这家伙，这手简直是太恐怖了，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喉咙微微滚动着，海波东再次为自己当初在回复实力时没有选择与萧炎当场翻脸而感到庆幸。大厅之中突兀出现的10几座人形冰棍，让得大厅陷入了一种近乎呆滞的沉默之中，所有人都是满脸惊骇地盯着那在毫无预兆之下便是变成了冰雕的人形柱上，浑身上下忽然有着一股发自内心的冰凉寒意。罗布身旁那几位名不属于杀之佣兵团的斗师强者，也是满脸呆滞地望着那10几个冰雕，心中逐渐地涌上一抹不安。他们现在才略微有些觉得罗布当初的感觉似乎并没有错。这次麻烦了，领头的男子心中喃喃道。萧炎微微偏头，淡淡地望着那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的罗布，脚步缓缓从10几具冰雕之中穿过，而随着他的贴身查过，那些人形冰雕咔嚓一声竟然便是轰然爆裂了开。冰雕爆裂，其中别说人影，甚至连半点血肉都没有踪迹，这灵异的一幕更是让得所有人头皮发麻。萧炎脚步缓慢地走进大厅，片刻后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站立在了罗布身前，微微低头，嘴角扯了扯，似乎是露出了一个笑容，轻声道：上次给了你提醒，为什么还要这般愚蠢？咕，喉咙滚动着，罗布咽了一口唾沫，额头之上冷汗顺着脸颊滴落而下，抬起头望着少年那噙着淡淡笑意的清秀脸庞，一股难以遏制的彻骨寒意从脚心处渗发而出，让得他如触冰窖。在这一刻，罗布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以及那面临着死亡之前的那股扑涌而来的恐惧。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罗布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擒，死命地催动着体内的斗气，顿时身体表面上的那层斗气铠甲变得更加坚固了。目光泛着许些讥讽地盯着那赴死顽抗的罗布，萧炎轻笑了笑，修长白皙的手掌缓缓抬起，然后就这般轻飘飘地对着罗布脖子处落去。眼瞳死死地盯着那不断放大的手掌，罗布想要闪避，却是骇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是在此刻更换了主人一般，完全不听他的使唤。白皙如女人般修长的手掌轻飘飘地落在了罗布脖子之外的那层厚实斗气铠甲之上。萧炎微微一笑，然后那层斗气铠甲便是开始了自动融化，眼瞳在此刻缩成针眼大小，罗布能够感受到斗气铠甲的飞速融化。然而他还来不及说话，一只冰凉的手掌便是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喉咙之处。在这一刹，罗布浑身的毛孔乍然间猛地倒竖了起来，淡淡的死亡阴影死死地纠缠在心头。大人饶命！
在这一次的交手间，罗布终于是确切地感受到了对方的恐怖实力，身体僵硬在座椅之上，生怕自己稍稍一动，那只死神之手便会忽然一捏，将自己那条小命给捏走。脸色惨白如僵尸，冷汗从身体各处渗透而出，只是片刻时间，一件衣衫便是犹如是清了水一般。知道青灵的消息吗？萧炎微偏着头，忽然笑了笑，声音轻柔地问道。闻言，罗布微怔，在他沉默的瞬间，脖子之处的手掌猛然变得冰凉了许多，刺骨的寒冷让得他瞬间打了一个冷战。抬起头望着那对漆黑如墨、淡漠如冰的眸子，他丝毫不怀疑，若是自己再迟疑片刻，对方会立刻将他也冻成一块冰棍。当下脑袋急忙点头，声音因为恐惧而略微有些急促与尖锐。大人，我知道，恭喜你，你的命暂时又回到了你的手上。萧炎轻笑了笑，缓缓收回手掌，满脸的笑容虽然和煦如赤日，可却依然让得罗布等人遍体生寒。